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哲学茶席线上讲座。今天的主题是从空间演化看台湾科技艺术的发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于简。那这里先简略的介绍哲学茶席。哲学茶席是以哲学、人文及艺文思潮探索个人社会价值的沙龙座谈系列，是台湾和马来西亚两地文化互通的管道。由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主办，云手文创基金会策划与执行。那么讲座开始之前呢，这里有一些温馨提醒欢迎大家把这个直播连接分享出去，那么让有兴趣参与的广大观众可以直接网上即时观赏。那讲座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脸书上留言，那么我们主讲人会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作答。那么在邀请主讲人出场之前，这里先简单而隆重的介绍今天的主讲人。今天我们邀请了台湾数位艺术中心执行长，同时也是台湾数位艺术基金会董事长的黄文浩先生，跟我们分享从空间演化看台湾科技艺术发展。黄文浩执行长呢，毕业于中国文化大学植物学系，1995年成立了在地实验新媒体艺术实验机构，随后也承办了台北数位艺术节，孵化了新媒体艺术策划团队造咖事务所，创办数位艺术期刊和线上媒体数位方圆，运营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等机构，致力于探索科技社会中的创造思维。那么我们这里抓紧时间，欢迎主讲人黄文浩执行长。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有机会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介绍我们25年来所做的事情。那在地实验就在1995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自己的艺术空间。那在地实验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很清楚的定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譬如说，我们主要是关注不确定的事物，对所有不是就是还在发展中或是有趣的事物，我们主要的资源或是精力都会用在这上面。然后在地实验的这个不确定的事物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区隔资源分配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当主要的媒体和主要的展览机构已经关注的内容，我们就不再重复关注。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在一开始在地实验这个机构，在地实验是 ETAT， 其实是一个法文的字根就是状态或是国家的意思我们就可能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概念。那取这个名字的艺术家现在已经是北艺大的校长陈海煌先生。那我们当时就主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做各种艺术上的实验，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在地实验。但虽然嘴巴上这么说，其实当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并不真正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用因为我们那时候大概都30岁左右，那我们就去邀请在跟我们同样一个年龄层的文化工作者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就盘点一下。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很多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有建筑的、摄影的，还有绘画、音乐，各种领域的跟我们同年纪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做了在地论坛，做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厘清我们这一代人关注什么，在想什么，要去哪里那我们所以算是台湾很早期的文化论坛的一个计划但是我们为了要整理我们每一次的论坛的内容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展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
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因为网络还很不成熟，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尝试利用网络那时候的网络的影音系统，还有整个那个电讯的系统网络系统都非常不成熟，但是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这个方式来记录我们的活动，来传播我们的活动。所以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网络电视台，那个时候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只好就自己来，就开始用影音去整理这些艺术活动和大家的讨论。那也因为我们使用了网络的这个媒体以后，我们就逐渐的聚焦在新媒体的这个领域的创作和文化的关注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切的开始。然后我们在1995年1997，然后一直到99年开始，我们因为跟就是看了非常多国际上面新媒体的发展所以我们开始也成员们也开始一起开始发展一起共同创作。我们看下一页，那时候的网页非常朴素，这是我们最早的1997年的网络电视台的当时的网页。那其实内容就是新闻论坛，然后影片跟艺术那大概还有实验室。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几个成员就是共同一起创作一些然后在技术上去学习和研发。接下来下一点好，那当时主要就是议题开发。那这个是现在看到的这个2016的这个影音档案资料库，是因为刚刚前面一页有讲，我们主要的活动到2004年，那中断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们2006年以后，我们去接了文化局的那个数位艺术节这等一下会讲到。那现在在2016年以后，我们在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记录。现在在90年代很多艺术的活动，那时候因为工具的关系，数位工具还不普遍，所以留下来的影像记录、动态影像记录其实并不多。那刚刚好，我们在那个时候做了非常广泛的记录，很多前卫的艺术活动，或是这个大家可以到etat.com 的网站上面去找当时的资料，就会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资料在里面。90年代，尤其是小剧场的表演，都是变成非常珍贵的一些记录。然后还有就是华山那个华山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文创园区，在当时艺术家怎么从废墟里面抢救下来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都有记录。那这些我们现在就是放在2016年以后，我们就把它整理，大概1000多个 DVD 的影像记录，我们就把它做成线上的影音档案资料库接下来。然后这些资料如果一直放在那边也是死的，所以我们就尝试的找策展人来将当时的记录再创作在2017年的时候，在北美馆我们就做了一个破身影的一个展览，就是用90年代的就3位艺术家就他们的理解90年代他们记忆中或是他们所认知的艺术档案在创作，是一个很成功的展览接下来这就是当时三个艺术家当时在北美馆展出的状况。那这些他们回应90年代的那些资料所做出来的重新的创作也在国际上获得非常好的评价，所以也都有受邀到国际的影展去
展出。接下来，那这个我们延续后来，因为我们拥有许多90年代的记录，所以我们延伸到现在，我们就也开始仍旧继续去处理数位典藏，因为在现在典藏这件事情又变得更复杂，就是在传统的典藏的理论来到数位时代，有一个很大的重新的讨论，就是新媒体艺术如何被典藏这一个成为一个新的议题，所以我们又加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譬如说这一件作品是跟电脑相关，由电脑所创作出来的，但是这个电脑3年可能就已经换一个机型了，所以在10年前的电脑现在是跑不动的，但是这个作品是10年前的电脑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那现在在典藏上要怎么处理？它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这方面做非常多的开始着手研究。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这个重新去看待表演艺术的典藏。那过去表演艺术的典藏大多只是用纪录片的形式，那我们现在就是尝试用各种文件，还有加上 VR 去重现当时的状态观看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是从刘守耀老师开始做研究，我们用 VR 的方式去看他2014年的作品，然后我们用 VR 的方式去记录。那它的概念就不同于过去所有我们习惯的纪录片的形式，我们用多视角的全景摄影机去拍摄他重演他当时的作品的时候，那我们多元视角的观看，然后是可能我不太知道各位线上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呢？你有看过 VR， 就是说在 VR 的世界里面自由观看一件作品，跟经由导演所选取特别的观看方式，两个是不一样的经验。所以我们在为什么选择用 VR 这一个，除了可以身临其境去看那个作品以外，然后我们也把观看的权利释放或是交回给观众自己这是一个我们重新在对待一个过去的作品的一个方式，而不再用镜框式的方式来记录那个作品这个是一个新的尝试。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左上角看到有很多视窗，就是不同的镜位，所以你可以从左边、右边，甚至上面来看这一个作品。那这一个就是暗示了一个现代新时代，经过了多年的演化以后，这一个方式去看待一个表演作品，对于书写或是研究或是创作的反省，都会有很多的跟以往不同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舞台的舞监，他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对他来讲，他就说上面的那颗镜头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因为他不必再去记录演员的走位，然后那另外一个表演者，他也很喜欢上面的那一颗镜头所记录的状态。他讲的比较抽象，他觉得他可以理解这个表演者的能量团块的移动这个非常抽象。不过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新的思考。那对一个创作者本身，他发现这个媒体所记录下的自己的作品以后，他也重新被触发，所以他也因为这一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他
对这个媒体有了新的了解，所以他后来又因为这个媒体而重新创作了一个小的作品来回应这个媒体的特性啊，譬如说，他就要求把4个全景摄影机距离他以他为中心放在前后左右，然后距离1公尺，所有的照明只来自4个手电筒，所以他这样，他就在里面做即兴的类似舞踏的表演。那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以前他没见过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全景摄影机是由鱼眼镜头所组成的一个全景的摄影方式，所以它对空间其实是扭曲的，虽然它可以让你身临其境，可以左顾右盼，可以在环顾四周看整个环境，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它也会让距离近更近，远更远。所以当他要表现，他希望大家看到他身体上毛细孔的变化的时候，他这个媒体就确实的可以呼应他创作的需求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那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20公尺长的管子，我们可以走进去，然后你觉得这个管子因为投影的关系，可以好像你在速度的串流里面无止境的向前冲这样。这个是一个还蛮大型的一个装置作品。接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在2011到2014做的一个作品，就是让真人跟他的这个其实有几个阶段不一样。这个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作品是最后一个版本。第一个版本里，这个是由舞者萧鹤文一起为他而创作的一个作品啊，由他跟他自己的偶来一起跳舞。那所以第一代的版本的这个作品的那个偶悬丝吊偶的长相是跟这个舞者长得一样啊。那基本的这一个故事的结构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偶诞生，然后学习人类走路啊舞蹈，那最后他想要挣脱，所以挣脱那个线的控制，然后就垮掉。这最后一幕就是垮掉的一个垮掉倒在他学习的那个萧鹤文的一个怀里这样啊。这一个是运用机械互动，再加上表演艺术的一个计划。那当时我这个计划其实还有一个小缺憾，就是当时的技术，现在应该可以克服。当时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对萧鹤文舞者的身形辨识及时反馈给这一个偶可以及时回应做出一个动作来回应这一个舞者。
这个在当时做的并不精确。好，接下来。那这是我们在2018年的另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就比较当代，大家可以看得到前面有一个黄色的这个机器人，它是一个导览机器人，它上面有一个全景摄影机，然后你看到那个画面好像有一个欧洲中古的一个欧洲人的一个画面，它其实是一个网络机器人，叫 Life One， 在那个坐在它的这个是一个活动的画面，坐在好像人一样坐在一个沙发上面，然后他这个作品是他们两个来讨论作品，讨论一些人生的大道理还是艺术的事情，这样他们就两个机器人在讨论，然后由另外一个机器人在记录这样。那这一个就是在讲探讨一些当代或是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这一个这一个导览机器人，我们是希望到它可以在带观众逛美术馆，然后可以跟观众讨论艺术和讲解这个艺术品，然后它不一定要跟我们过去在美术馆的导览是按照编号1、2、3、4，它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它可以辨识你走到哪一件作品前面，他就跟你谈这一件作品，它不一定要照我们编号顺序，你可以自由带着它去逛一个美术馆，跟你讨论艺术这样。那这个也是还留下一个后面的一个未完成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会完成就是那个 AI 运算的部分，去回应跟人讨论艺术的这一个部分还没有完全完成这样子这个是2018的时候的作品。嘿，大家好，我是韩吉，韩吉就是我啦。你们一定听得出来，我的名字跟我圆圆胖胖短短的身材有关，不过我也是函数集合的意思哦。
不要靠我太近，人类和机器人应该还是保持点距离好。好吧，让我们往前走。我在想，烤香菇的时候，如果可以跟着青草茶一起喝，一定超赞的。前面这个杂草生态是由林志宇小姐成立，她本来是平面设计师耶，可是在环岛卡快速的过程中，不小心与青草相遇了，从此人生就有了极大的转变。下次有机会，我要请林志宇帮我冲一壶青草茶，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加蜂蜜还是柠檬口味的。对了，这个作品我也想到一首主题曲，就是王梦玲的《小草》。你们有发现吗？我可是个 KTV 咖。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旁边天井那里的3座香菇塔。那3座香菇塔是丹麦艺术家阿图的作品。这个作品我觉得蛮有趣的耶。你有想过在美术馆里面种香菇吗？一定没有吧。稍微逛了一下我们这一层，我发现这个双年展叫后自然耶，也就是这些植物不是长在自然界，而是会长在美术馆的意思。你们不觉得后自然这个议题很香很有趣吗？我们在美术馆看到很多花花草草、虫鱼走兽，甚至看到机器人。在美术馆种香菇，所以馆员每天都要去照顾香菇，然后观众就会被香菇所吸引，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香菇生态系。说不定未来美术馆可以用这些种出来的举办一个烤香菇大赛，那就是另一个参与性艺术的作品了。你站在前面，站到前面。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最新的计划，就是拍无垢的花神机用 XR 的一个实验剧场。等下后面可能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啊。接下来啊，这个就是我们2003年的时候，跟2005年我们总共办了2次的那个声音艺术展。那个大概是台湾第一次把声音放在视觉的美术馆里面的一个展览啊。那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的以声音为创作的一些艺术家和艺术团队到台湾来展览。接下来，所以我们也策了很多展览。然后这个是2004年，大概是台湾第一次做这么大型的数位艺术的展览，把当时国际上最重要的一些艺术创作者都邀请来台湾。那这个展览最重要的一个企图就是我们邀请了王俊杰，就北艺大的教授那个新媒体系的一个教授来策这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对当时最重要的意义，其实就是在连结世代的落差，就是说台湾的艺术的发展，其实中间有个断层，就是说以新媒体或是科技作为他创作手段的艺术家跟上一辈，就是说由做绘画、雕塑到装置，这中间大概有中间有一个断层。那我们为了衔接这个台湾创作的脉络、艺术发展的一个进程的衔接，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一个展览，然后也因为这个展览编了一个像教科书一样的一个专刊，来把所有的跟国际事件跟台湾的艺术发展整个编成一个年表，来把整个艺术的发展串起来啊，以这个展览作为一个起点。然后我们在这个展览里面第一次
去学习如何去布一个科技，以科技或新媒体或数位技术为主的一个展览，要如何布展？因为在这之前，台湾并没有太多经验去布这类似的展览，要如何去管理后台，如何去管理这些设备啊，如何维修，如何开始到结束，这整个的流程啊，就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做学习。那当时的工作人员，现在很多都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了。接下来，这是就到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去接受台北市政府的委托，我们就做了台湾第一个数位艺术节，就以数位艺术为主的一个艺术节，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艺术节里面设定了一个后来数位艺术节的一个规格和内容的方法包括国际展览，包括竞赛，包括论坛、工作坊，包括论述、出书这各种可能性都在这个艺术节里面去尝试。2006年开始，我们总共办了大概到2014年结束这样。接下来，那过了10年以后。就刚刚那个漫游者那个展览过了10年，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办了这个奇幻世界，就重新检讨了这10年来数位艺术发展的进程，跟很多观点的改变，很多想法的改变，或是对数位艺术有不同的见解的改变。10年的差异，所以我们又在10年后做了这一次的，重新检讨一次，做了这个2014的国际科技艺术大展。这两个相差10年，但都是在台湾国立美术馆发生那规格跟规模都是相当。接下来这就刚才有讲，我们有研究邀请这个破身影。我们会邀请一些学者去，跟我们去一起研究许多文化上过去，譬如说90年代的身体什么的，我们有许多文化的研究邀请。接下来，那这个是邀请的成果，就是去办了一个展览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做了实验，这个档案库。把90年代的许多文化的转型以策展的方式做成一个主题的研究。接下来，这个都是一些持续性的研究邀请。接下来，那这就是那时候我们在中间在地实验。有一段时间运作的比较没有那么积极，是因为我们进驻了台北数位艺术中心。今天我并没有把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的那8年的内容放进来因为那个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把那8年中间数位艺术基金会去经营数位艺术节的数位艺术中心的这个内容再完整的讲一遍，因为今天我是以在地实验的立场去讲这整个过程。那因为那时候我们要去经营台北数位艺术中心的时候，我们又组成了一个基金会，用基金会的名义去经营台北数位艺术中心。那我们离开台北数位艺术中心以后，我们的技术部门就成立了，跟一个艺术家王仲坤就成立了这个叫造咖艺术的这个组织。那为什么叫造咖艺术？其实就是一个噪音咖啡厅，因为以前我们在台北数位艺术中心里面有一个咖啡厅，咖啡厅里面有很多艺术装置都会产生噪音的，非常可以跟来喝咖啡的人互动的一个很活泼有趣的一个咖啡厅。
那这个咖啡厅当初去创作这个咖啡厅的艺术家跟我们的技术部门合作非常愉快，所以后来他们离开数位艺术中心以后，他们就成立了这一个公司。接下来，他们就主张艺术一定要平易近人啊，所以他们做的东西都非常活泼有趣啊。接下来啊，这主要3个成员啊，就是最右手边这个是艺术总监，中间这一个是技术总监。那这个技术总监就是以前我们数位艺术中心的也是我们数位中心的技术总监。好，那接下来，这是他们设计公司的其中一个部分，看起来就像一个工厂，因为他们所创作出来，他们的想象或是他们想要创作的东西，并不是一般的工厂或是一般的什么公司或机构可以做，所以他们几乎都得自己动手自己做啊，必须自己打样出雏形啊。接下来啊，这就是当初的那个噪音咖啡厅。那噪音咖啡厅那个桌子都会时间到都会有音乐，木琴的音乐，或是你也可以再透过另外一个装置去让它演奏出你想要让它演奏的音乐。然后墙壁上的这些就是传音筒，然后远方的那个一个水族箱里面的鱼也会产生噪音，因为它那个鱼游向某一个地方，它就会产生铃声啊，或者是一个很吵的一个咖啡厅。好，接下来，啊，这个就是当时的装置，会产生各种声音的装置。啊，那右上角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一个可以编曲的一个音乐铃，它在上面的编曲就会，它有一个让你编曲的方式，让你编出来的曲子就会在桌子上产生。好，接下来，那他们在201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无人的音乐盒，这个在梦想馆，在2013年的梦想馆展出，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可以先播放，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他们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把冰淇淋车跟管风琴合并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遮雨棚下面有一个黑黑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摄影机。它这个摄影机其实是可以拍到环绕在这个冰淇淋车四周的人，围观的群众的脸部。那因为人的身高高高低低，就可以变成音符，然后由这个管风琴所演奏出来。好，我们看一下影片。
造咖事务所。这一次这个计划，其实除了制作管风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概念是，我们希望让原本是在音乐厅或者是在展览馆所呈现的机械乐团能够走入街头。所以我们就构想就是来自于像冰淇淋车或者是像流动摊贩，他们其实是可以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那我们就是利用这样的形式，把管风琴整个把它架在3轮车上面。那它其实就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社区，进入到这个环境，去跟观众互动，还有就是让这个音乐、这个乐器、这个概念可以进入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 Organ Bike 是一个很创新的理念，可以在大街小巷里面就是演奏这样子的一种乐器。然后一般来说，只有在国家音乐厅才听得到，那比较少有机会可以在路上可以看到像是这样子的表演和演出。所以我们在这个东西的设计上又增加了一些互动的机制。那互动的机制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会用摄影机去捕捉观众的脸。那这个就是用一种人脸辨识的程式去 tracking 说人脸的高高低低，它就会直接转换成音阶的高低。所以当人进来的时候，它要是上下这样萝卜蹲的移动，就可以演奏出高高低低的声响。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 iPad 上面有写了一个程式，就是要是会弹钢琴的人，就可以直接透过 iPad 去演奏这个乐器这样。操作简单的 APP， 他们就可以跟风琴做连接，然后就可以发出声音，所以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是这个作品最有趣的地方。人也可以骑上去，去跟艺术品做合作，甚至做结合，觉得很酷。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3轮车是一门蛮大的学问。虽然说我们有去参考了很多。就是那种回收车的那种3轮车的制作，想去研究它里面的结构，然后也去那个制作3轮车的工厂去研究说他们是怎么样去制作人可以踩的3轮车。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人要去骑车去载动这些乐器，其实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换了一个方式，就是用电动的方式去驱动。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用木管这个材质。金属管的部分，其实它制作上会有更大的难度，所以我们就选择用木管。那木管在造型的设计上面也会比较容易。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遇到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调音的部分，因为其实就算调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蛮多音是会些微跑动。这个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它是一个行进的乐器，那这也是我们未来只需要去克服。未来的计划其实，如果是就这一台已经完成的作品来讲的话，它当然还有一些需要调整、需要再更加进步的一些设定。然后这台车现在也陆续有收到一些邀约，要去全台各地陆续在计划能够再进一步的去表演、去演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然后甚至也有可能会出国演出这样。我觉得可以用同样的概念让，比方说我们就做更多台车，有锣鼓车。然后有打击乐车，然后这台是管风琴车，可以继续去做延伸，因为其实有蛮多乐器、蛮多组装的方式去完成这件事情。那未来就是希望说可以越做越多台，哪一天你在家，你可能会听到这台车的出现，我觉得这也可以带给这个城市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他们其实是整辆车子，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90%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所以这一个算是一个艺术家的团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惊人的一个技术的展现。他连电动车都是自己组合起来自己做包括整个电脑系统到那个都是，而且是用自己的除了焊接那个放到工厂去焊接。整个装置都是自己做，然后上面的那种红色的棚子是请人家缝的以外，几乎都是自己完成的手工完成。
那这一件是他们后来去上海做的一个用66个乐器组合成的一个作品，这有得到红点的大奖。我们看下一个。它的这一件，其实它除了平常可以自动播放以外，它也下一张，它也可以跟乐队互动，不管国乐或西乐，可以即时他们可以彼此互相演奏啊。这个是他们在上海的时候跟很多乐团合作。下一个，那这一张也是一个得奖作品，它是模拟一个潜水艇的内舱，然后它是给小朋友玩的一个空间。好，我们看下一张。它是设计成小朋友玩的一个乐园，然后它是一个投篮机，那个窗户看出去会有很多动画的海洋生物，那你每投进一个球，就好像喂食这些那个海洋生物，然后他们会逐渐长大，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游戏。好，接下来。这个是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的一个作品。那它是台北有一个灌溉的渠，很老的一个灌溉渠道叫柳公圳。
那这个是一个把柳公郡重新开放的一个计划。那这个是一系列作品的第一件，其实它这是有6件，但这是第一件，就是灌溉，用水铺满的概念，就是用脚踩的，用人力去踩脚踏车把水打进这个灌溉渠道的一个。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在某一个时间点有太阳的话，会看到那喷出来的水是有彩虹的。然后你在踩的时候，可以帮手机充电，也可以帮你去跟大家比较那个体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在公园里面让大家可以健身的一个装置，又可以灌溉那个森林的一个一个好玩的装置。接下来。这个是花博前年的花博的作品，叫水森林啊，大家先看影片哈。因为有这个工厂，他们挑打的那个三角锥瓶的一个那种玻璃，并没有人在生产，所以他们是用化学用的三角锥瓶去改制。我们看接下来他们改制的过程啊，请播放。
刚看到的那个过程，其实都是工厂把空间跟设备让出来，而不是就是并不是由工人去做，这些都是造咖事务所自己的同仁跟艺术家自己亲自下去调音、去切割、去研磨，所以要成就一个漂亮的作品还是得亲自动手。所以刚刚看那个造咖事务所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他们得亲自动手。那他们的作品非常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造咖事务所的那个造咖艺术文化有限公司，你去他们的网站上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案例，不止这几件，今天就挑3件给大家看。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团队是曾经得过我们数位艺术表演奖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所成立的一个工作团队，是3D 扫描的。我们接下来看，叫固态记忆，它是一个上面的说明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用摄影去做的3D 扫描的那个公司，它是非常高的解析度，然后它大概也是台湾数1数2技术好的一个公司。接下来，他们就是利用这一套设备去做子弹时间、浮空投影、各种全身扫描、文物扫描各种技术这样用途都用这一套设备。接下来，他们做文物扫描这个是史前时代的陶瓮，他们是一个缝合技术很强的一个团队利用拍摄的技法。接下来，用很多摄影，旁边是原件，然后他们扫描后是非常精确，颜色也非常漂亮的一个。然后他们的上面的灯光是即时运算出来的，它可以由各个角度去观看到。接下来这台湾很有名的一个歌仔戏的一个演员杨丽花的脸部3D 扫描，在做保存的时候，我们也做人物的保存。接下来，所以这个是罗斯伯，他们这个技术大量的运用在广告跟MV 上面。好，接下来，那我们也做建筑的扫描，这是用另外一个区域。好，接下来，那这个是在历史博物馆里面的9层宝石塔，这个非常重，这要用起重机才能够扫描，把它托起来扫描。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塔尖不在，它塔尖在山西。当初我们要做这一个计划的时候，主要是要去在这边扫描，然后去大陆扫塔尖，然后用 AR 的技术让他们2个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可以缝合在一起。好，接下来，他们做了很多文物的3D 扫描，然后它也可以做成3D 列印出来它的模型。好，接下来，那做广告片，他们的子弹时间广告片，Laser 他为了拍1秒半，即将要撞上去的那一刹那，这个旋转，用126台摄影机去拍这个旋转，花了2个礼拜的时间。能预知危险，还能加大刹车力。在2017年的时候，跨年晚会用这个子弹时间来做。那这个技术目前好像中国大陆有一个那个舞蹈选秀的节目有运用这个技术，就是在精彩的舞蹈动作的时候，它用360度观看这样。好，接下来，回军身穿蓝色孔雀舞衣，翩翩起舞，优美空中一字马。不过你发现了吗？这种拍摄手法跟以往大不同。就像这样快速舞动之后，唯美定格空中，短短。
这是点云扫描，这都是做古迹的扫描，这用另外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加上刚刚前面用摄影去建模建成3D 模的这两个技术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有一个非常颜色精确又尺寸非常精准的一个建筑模型。接下来这个就是可以扫整个园区这样。好，接下来。这些数位技术基本上就会对未来不管创作或文物保存，或是许多的想象，都可以运用这一套技术，这些技术来完成。接下来，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计划。其实刚刚那个也是可以上他们网站看，他们有非常多的案例和很多技术上的解释。有兴趣的可以到固态记忆的网站上可以看。今天是挑几个他们做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也有运用在其他的创作上面。那这个是我们针对9岁以下的小朋友发展的一个帐篷剧，就是科技剧场，小朋友的科技剧场，移动故事屋。那这一个是我们用科学的技术，希望偏乡。就是住在乡下的孩子也可以体验到剧场里面看各种表演的一个计划。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环形投影，那有一个说故事的人可以去讲这个故事。那这里面的故事的动画都是原创的，故事也是原创的。那所以因为这个。说故事跟小朋友，说故事人跟小朋友之间可以有很密切的互动，所以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计划。然后他们为什么坐在地上？就是地上它会震动譬如说大象走路你就会感觉到咚咚咚，就是屁股会感受到震动。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那个影片。他们是一个帐篷就是。他们也有应用各种科技的技术，然后好，接下来他们会就做了非常多的结合。那因为它是由说故事的人来讲解，跟小朋友，所以他没有语言的障碍，他可以跟譬如说我去上海的时候，他可以讲上海话；他到客家的地方，他可以讲客家话。他到英语系的地方，他可以讲英语，所以它是一个由没有语言限制的一个移动式的一个剧场。好，接下来，对，那他们有很多表演的经验，这样。好，接下来，这个是他们在上海演出的状况，他在室内，有时候是在户外，这个是在室内。接下来，好，再接下来，就这是在讲每一次的演出的状况。再接下来，再接下来，小朋友是非常喜欢再下来。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台湾数位中心这边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另外在地实验后来成立的基金会，就在另外成立了这个台湾数位艺术中心，接下来就包含了这下面几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几个核心的计划，就是概念美术馆跟松学校啊，接下来。那我们会用沉浸式的研发来处理数位典藏，还有很多创作，然后我们也在试远距的知识交流的影音平台啊，这些都在发展中的一些计划啊。接下来，这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空袭当下，是以当时美军轰炸台北的一个故事作为这个舞蹈的表现。事实上，它就是用那个 AR 的技术，也就是说，观众戴上 AR 的眼镜来看这个舞踏的表演。那现场如果你没有戴眼镜，只有一个舞踏的舞者在表演但是你戴上眼镜以后，你就可以看到许多时空的改变，或是可以看到轰炸机。可以看到地图，可以看到爆炸，可以看到防空洞躲避空袭的整个过程，还有日本投降的那个声音什么，是一个虚实结合的一个表现方式，这是实验性很高的一个作品接下来这是当时的状况看起来就像一个废墟的一个空间必须戴上眼睛才可以看到许多看不见的事物，这样接下来，那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在发展中的计划，是希望利用一些感测的技术，来透过接触即兴的舞蹈来结合，可以有一些感官上的延伸或是不同的表现。接下来。这个是，所以基金会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平台，让舞团，让科技艺术家王连成或工研院的技术我们作为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结合一起创作。这是基金会跟在地实验扮演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基金会比较是一个公众平台，它可以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去协助各方的需求和一些可能性的一些帮他们处理一些可能性的发展。好，接下来，接下来，古明生是今年的国家文艺奖的得主。那王连成是目前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数位艺术家他曾经受到林芝电子艺术节的邀请是一个台北奖的得主接下来，那这个工研院的这一次的感测技术，就是说我们希望跟他合作那个各种感测。譬如说呼吸、心跳以外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然后再加上他们对那个智能材料的技术，譬如说服装智能服装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感测表现在舞者穿着这些智能服装，就可以得到许多参数有一些就可以有一些特别的呈现。然后我们也希望观众也可以穿上这些智能的服装，所以就可以跟表演者共感，应该是说共同的感觉。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希望可以表现出来的，除了接触即兴所产生身体接触舞者所产生的各种参数，在灯光音响上面有所变化和呈现以外，它也可以把某些讯号传递给。把创作者的一些讯息传给观众，所以观众的穿上智能衣服，他可以感受，譬如说可以感受到温暖，
可以感受到震动，可以感受到拥抱啊，它那个服装收紧啊，我们这个还在创作当中啊，接下来这个是这个可以快速跳过，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在计划阶段的一些计划书啊，过去，接下来。那另外一个还在上一个这个在发展的就是跟现在北医大的舞蹈学院的院长何小梅，他的美舞集发展，他的在针对他的极相灵做VR 拍摄的发展。那我们因为极相灵是一个雕塑性很强的一个舞作，然后我们希望观众可以走进这个舞蹈里面去观赏。接下来这个就这个都是发展中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看过去。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得出他们的那个身体扭曲的那种和结合的结构是非常像雕塑。接下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舞者，刚刚前面说在2014完成之后，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舞者的过世，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计划在建立这个舞者的数位替身接下来，譬如说我们去年的红白，日本的 NHK 的红白大赛里面有重建那个美空云雀，它可以唱新歌，这个都是我们现在也在研发的一个技术。接下来我们这个也是一样，可以有一个自由观看的路径，可以介入这个作品里面，而且这个作者是已经过世了。接下来这个应该可以动，要不要试一下？可以动，就是说大家看到右边的看一下。右边这个舞者其实已经过世了，是数位替身，它并不是真的。我们用 motion capture 的方式让它可以重新表演。那这个概念美术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用 VR 的方式去捕捉艺术家或创作者的概念，而不着重在这个物质性的典藏。因为物质性的典藏在数位时代有其他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数位文化下的脉络去讨论艺术家的如何被理解和如何被保存下来。那接下来，然后所以我们同时也在做诸葛亮的语音库、声音库希望因为现在用 AI 的技术。要让诸葛亮重新出来，在2D 的世界里面重新说话或是表演，已经不是难事这个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声音反而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让在重建那个诸葛亮的语音系统，让他可以讲新的话，唱新的歌。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在着手做这个研发。那如果这一个计划成功，就可以做许多在声音或语言的表现上非常有特色的传统戏曲的演唱者或是说书人，都可以用这一套系统重新再复活接下来。那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档，比如说像陶亚伦艺术家，他在10年前的一个雷射的作品，他切割一个空间的作品，这一件作品已经不可能再重新再展出，所以我们就利用 VR 的方式再重现当时的空间的体验的感觉这个是一个典藏的方式，让用 VR 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 VR 的空间感，重新体验当10年前他展出的那个的样貌
可以理解。我们用这一个作品来讨论这个数位典藏里面重回当时现场的可能性。好，接下来。好，接下来。那因为这一个我们这个方法是不是说方法，我们是用每一档的展出来讨论既有媒体的某一个可能性或是未来的发展这个是空间装置的重现这是第一档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已经到第6档，接下来这是第2档，如何典藏身体，如何典藏一个古作，用 VR 的方式接下来。那这个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把它的故乡扫描下来，转化成一个游戏我们来讨论他的乌托邦，来用他的创作来，他的故乡等于是他的乌托邦，就是他过去的行进的路线。他还有一个作品是明日的路径，就对未来发展的想望，对一个城乡发展的一个路径那这个是所以我们就会安排许多论坛跟地理或建筑有关的专家学者来讨论他的作品。好，接下来，那这个是第4档，就是留给未来残影，这是大概是台湾第一个舞蹈电影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作但我们就播放它，然后这一个是接下来这个第5档是一个新晋的一个声音艺术家，接下来这个指尖之道，那我们也跟我们每一档都会有一个研究的方向，或是研发，或是目的。那这个它除了它的声音作品和它的概念以外，我们帮他解决了如何走进它的空间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这个技术的突破，让我们可以走进360度实拍的空间大家如果有 VR 的经验，你就知道我们动画的 VR 跟实拍的 VR 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没办法走进实拍的那个空间，但是在这一档里面，我们用一个技术让我们可以走进他创作里面的那个房间接下来，那这个是目前正在展出的360度全景摄影的一个摄影展。那这个摄影展，它用11K 的摄影机加上5HP 的头显，就是观看的时候没有粒子。非常细致的画面它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静态空间，好像时空都凝结住。它不同于过去摄影只是一个镜框，你可以720度的去观看你的四周，那个冻结的瞬间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经验。好，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研发的相片的状态。接下来这我们每一档展览都会有搭配的论坛3场去延伸这个展览的问题意识，去发展3个论坛来讨论新的可能性和各种文化现象。接下来这是我们的展出的会场，因为 VR 并不需要太大的展览空间那这是我们展出的开头。然后接下来，那我们会布置做装置，这个未来残影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看它，在它的氛围创作，在一个装置的氛围里面观看它的舞蹈电影。接下来，然后它的展场以外，除了有他自己的创作的感言的影片以外，他不是感言，他对自己的
创作的论述以外，用影片的方式呈现，然后桌上有他的各种笔记和分镜图和脚本啊，你可以静静的坐下来看他如何创作这一件作品啊。接下来啊，这一样是论坛，帮大家来讨论作品。好，接下来，那我们也在做 VR 的动画的创作，一个如歌之行版啊，一个渡海蝶，就是台湾有2个品种的蝴蝶，它会渡过海到冲绳或是到菲律宾啊。我们用一个蝴蝶作为主角，去讲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心路历程，去影射一个时代，然后同时去实验VR 的体感互动的几个可能性，这样我们有一些实验的题目会放在这个动画里面去做实验，这样啊，包括影像的转场啊什么的啊。接下来啊，比如说各种声音的设计，就是在 VR 的聆听啊，不只是来自耳机，也来自于那个各种层次的声音设计。是一个比较丰富而多元的一个聆听的场域，所以不只是 VR 的沉浸，还包括声音的沉浸的研发和实验。好，接下来尝试各种可能，体感椅啊，或者眼球追踪啊什么的，这都是我们目前对未来剧场的一些想象。好，接下来。那松学校是一个我们需要累积知识或是传播知识，让大家自我学习的一个管道，一个机制，所以我们也就在像旁边写的，我们有一个影音平台，还有导读，有读书会。那导读算是很受欢迎的一个，我们等于是用10分钟去帮读者讲解一篇很难懂的书或很难懂的论文，由专家学者来帮大家导读这样子啊，让大家可以很快进入状况。还有读书会，还有论坛，还有 podcast 的直播啊，定期大概2个礼拜会有1集的谈话。然后我们1年会出1本那个艺术松的专刊。1年会有一个主题，今年是 VR， 明年是 AI 这样。然后我们对于有趣的个案，我们会为它制作专门的小书，譬如说留给未来的残影，我们就会针对它的制作的各种的制作上面的技巧，或是刚才说脚本，或是他的笔记，我们会帮他出1本小书，提供给未来有志要做类似的事情，有一个参考的学习的范本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这个，然后我们在线上是可以随时下时间标来留言，就针对这个论坛，譬如说某1分某1秒上面，某位讲者讲的话，你有意见或是你有问题，你可以在旁边去写，然后或是讲者他觉得他在论坛上面讲的不够清楚，他也可以在那个时间点在旁边加注解啊，这个是一个机制。然后我们这个没有导播，所以用360度的方式自己去播放，自己去看，用手移动去看自己想要看的人，或是自己要看的部分。好，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们360度和工作坊导读的各种花絮镜头。好，接下来。这些都是在做实验的，这些都是进行中的一些计划啦。身体系谱对表演身体的辨识啊，这个就会加入 AI 的部分，这个都是在研发阶段，还没有非常具体的成果。好，接下来，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据点，就是说刚刚讲那个数位艺术
基金会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图的北方，然后在靠近中部的部分，台北的中间的部分，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虚拟艺术的跨界实验基地，叫 VR Hub， 在这个地方比较大，是一个实作的一个基地有摄影棚，有各种扫描的设备。DAC 在北边的这一个机构比较像是研发跟行政的一个机关的一个场地，然后下面比较是实作。所以刚刚讲的这些移动固事物或固态记忆这些机构就在这个 VR Hub 这个地方，在这个聚落里面。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它在里面的一些场地上使用的各种方式有这些功能在这个空间里面发生。好。现在目前有5个单位进驻在里面。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目前正在展览的迷幻史灯水，我们要布置成一个中南美一个萨满的空间有文件，有他们的萨满的音乐一次有5个人可以观看一个史灯水的 VR 作品。好，接下来。这是目前在洽谈中，那可能会跟台北电影节可能会比较快的开始合作，那这是高雄的状态，那我们可能会跟他合作，我们也会跟台北合作。结束，好，刚刚好是这个时间。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文浩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非常丰富关于台湾科技艺术发展的这些资讯。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简短的问答环节，那么我们有几个观众朋友已经有一些疑问在线上。就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的这个时期呢，您个人认为数位艺术是否是艺术呈现的最佳平台？好，这个是目前大家最常问起的一个问题，它不见得是一个最佳的平台，但是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平台啦。我觉得我觉得人的创造力有无限的可能，我相信不只是数位技术可以解决，虽然数位技术应该是最容易的达到传播、推广跟观赏。在台湾这边基本上非常多的国家机构也一样，非常多机构都投入这一块，因为这次新冠肺炎最大的影响应该是表演艺术圈，因为它等于是不能群聚来观赏一件作品，这一个对他们的限制非常大，所以台湾有很多表演机构或很多跟表演有关的机构都在讨论如何可以，如果这个疫情延长很久，或是未来有新的疫情发生的时候，要如何解决这个艺术表演可以更快，仍旧可以观赏，或是非常如临其境的观赏方式，所以 VR 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VR 的转播，因为过去传统上的电视的转播本来就有转播很多表演，所以这个转播本身就有，但是大家更想要身临其境，更想要除了身临其境更想要参与，
所以它有两个发展，一个发展是身临其境的转播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新的表演形式，如何让远端的观众可以参与到作品里面去。对，那这个可能都要仰赖客观环境的成熟，譬如说那个5G 系统譬如说那个 VR 的技术的进一步，这里面可能牵涉到很多复杂的相关的条件。不过这个可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而让这个脚程会加快。对，就是对于推进数位艺术发展的那个整个动向会更加速这样。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数位艺术是否因为容易复制，所以都是用在商业的用途，而不像平面艺术被珍藏？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自己是比较不是这么认为，因为我自己的我先声明了，这是我个人的偏见，不是代表整个艺术圈的看法。我自己是把科技艺术跟当代艺术是分开的，我这两件事情是分开的，因为对两个艺术类别有很多地方重叠，但是有很多部分是不一样的。譬如说生产方式、生产系统是不一样的。就科技艺术的生产终点不是画廊，所以它很难透过画廊的交易去获得那个经济的回馈嘛。所以它会有需要，会有刚才观众提问的那个状态出现。然后还有一个是象征符号系统的不同就是说当代艺术里面就缺乏演算法的象征符号系统。那这个部分比较深，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或是可以请更有经验的学者来谈这个部分。但就生产系统来讲，它的确会有跟商业结合的比较常会有这个，但是我们宏观来看，哪一件事情跟商业没有结合？你卖画也跟卖车都是买卖，都是物体的买卖，你也很难分辨说古董茶壶的买卖跟一个雕刻或是一幅画的买卖的差别，真正本质上的差别在哪里？其实你也很难分辨。对，这可能跟下一个问题有一点点相关，就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好奇您方是如何去跟客户洽谈案子，还是对方早已有明确的想法？我不是特别确定这个所谓对，这个有一点点横空出世，因为我因为基金会跟在地实验并不是，刚刚我介绍了我为什么要把它分成很多不同的单位和机构，就是因为要区隔它们的属性。那譬如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固态记忆它就是非常它就是非常跟那个广告界跟影视产业非常密切的结合，所以它就会比较偏商业。那你可以看得出在地实验或者是基金会就偏向于艺术的研发创作跟整合，它的机制比较不是来自于商业的系统，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商业的体制的话，我那个就是回到一般的商业的方法。至于客户的有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那这个任何行业都会碰到。我觉得这个跟科技艺术是不是有关就没有一定的关系啦。对，我不太知道，就他刚才的问题上面的语义的话，只能这样理解。对。那我的理解可能创新的案子，因为你就是做了很多创新或者原创的一些实验性的一些案子，那么这样的案子可能很多时候因为作品还没有出来，所以可能在寻找资源的这个过程，一般是如何去说服资方把资源投入到这样的一个案子，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不容易，天天都在处理这件事，那天天都在失败。不容易，这个就不容易，因为没有办法，没有想象，这个是一个两难。就是说，通常一个新的东西，大家业主出钱方没有想象，他们就不敢投钱嘛。对。
但是你不投钱，我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永远很容易就是空中楼阁啦。这个是没办法，但是所以就是每做一件有机会做就好好表现，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当然是非常辛苦，做前卫做创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那往往得自己投注前期的研发，因为你前期有研发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人家比较容易想象了，就已经看到初步成果的时候，对投入者比较有说服力，所以我们通常前期研发都得自己承担，那所以就要用其他的方式去找到资源来做前期研发，这样子，这也就是基金会存在的目的啦。对。那我个人就比较好奇，在短期内，可能是未来这个3-5年之内呢，你个人比较希望看到这个科技艺术方面这方面什么样的一个进步或者一个演化？倒没有特别，不是期望，而是说我们有找到几个议题，那这个议题是我们目前会投注关注的，所以我们同时会去关注数位，我们会用比较宽的方式去看，而不锁定在艺术2个字，因为这个很容易引起争辩，因为当代艺术的人对艺术是有一定的看法，所以他们往往会认为科技艺术领域的作品或产品并不能称为艺术，或是这它常常会有很多争议，或是艺术性不够，游戏性太高，或是什么，就是他们常常就为了不必要的这些争辩，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归类到在数位文化下的创造性行为，所以我们会去在这上面尽量不带有偏见的去很广的去观察文化现象，并回应这个文化现象。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小到连抖音1分钟的影像叙事，我们都会观察有没有改变影像叙事的习惯和方法。譬如说宝可梦的出现，是不是有一种新的可能，结合了数位视窗跟身体的移动，是不是有可能产生新的剧种就类似这种想象，我们可以从次文化里面做出严肃的创作也说不定。但是反之亦然，就是说我们在严肃的创作里面的实践有没有可能应用到商业，这都不知道。所以我尽量要求自己不要带有偏见，虽然我们是充满偏见的人，但是还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有一个比较宽的心去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科技艺术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跟科技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关，它跟很多艺术没有那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是这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很多表现必须是跟这2件事情扣得很紧的。譬如说早期的空间，我说我们只要租一个公寓或租一个空间，我们就可以开始展示我们作品，就可以开始聚会25年前。但是在现在的话，空间就有一定的门槛这个空间隔音隔光，或是它有没有绿棚，它有没有它的网络条件好不好，它的电力够不够，那它相对应的设备是不是有，那有了这些硬体以外，是不是有足够的人在管理，或是对这些设备做那个管理是广义的管理，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台湾大部分的馆所都没有技术总监这个职位，你知道美术馆都没有技术总监这个职位，但是我们就一定要有技术总监，有时候不止一位。就是说你懂机械互动不见得懂程式，懂程式不见得懂影视影音的技术，就是说这个是非常仰赖这些新媒体的发展的，那而且它是与时俱进的，那你必须要有这一类的人来协助整个艺术的发展我常举一个例子，就台北艺术大学他们的那个
新媒体系，他们就造就了许多听得懂或是理解艺术的工程师，或是工程师本身具有艺术创作的能力的艺术家，就这个对整个环境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科技跟艺术在一个互为文本的状况下，它才能够健全的发展这一个类别的艺术，这个形式的艺术发展，而不是说把科技作为工具而已。它并不是只是工具的层次，要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特别指涉新媒体艺术和科技艺术这个门类，这样它的特殊性是在这里。对。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黄文浩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就是当代而且是近期内可能就最近未来这一段时间非常非常重要的科技跟艺术的这个碰撞和这个对话。那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傍晚，谢谢大家，谢谢。